台湾第一点。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的阿里山蓟。阿里山蓟，对，也就是它在这边，它长得是一样的，有没有？平常我们在做农的时候，都会被刺到，对，甚至于直接用这个镰刀啊，或者是我们的割草机把它割掉这样。其实近期啊，外面的人，跑到山上都会把它一车一车把它带走这样。这边已经是海拔2200，哇塞！我发现它整个有一个是好像被石头砌出来的道路一样。我们还可以找到零星的山葵，这个是吗？对，这里有一个大颗的，碰到变成野生至宝。那一般真的耶，山葵要长成大概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对，一直以来，阿里山的日出跟它的云海总是令人念念不忘的，而有些风靡一时在阿里山的产物也渐渐的在消失。可是现在却有一群人想要利用这里特有的温度湿度将它复育回来。还有一种植物被当地人当成是杂草而砍除，但在88风灾之后，你却在石堆里发现它，被外地人当成是一种宝物。这一次我们就来看看不一样的阿里山。整个阿里山地区面积将近1400公顷，而大部分的面积都被生态丰富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当我们前往阿里山游乐区的途中，第一个会经过的就是逐鹿部落。但大家知道逐鹿部落是怎么来的吗？哦，好多梅花鹿啊！看一下，嗨，莫 ，Hello， 来了 ，Hello。哇，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梅花鹿啊？这边哦，其实这个地方早期哦，对，尤其是云嘉南平原，其实是我们州主的这个猎场，是猎场。对，以前猎场在这么平原上面，因为400年前其实州主都在平原，然后呢，以前最多的那个动物其实就是梅花鹿，是梅花鹿，因为它没有天敌。这边刚好有一个天然屏障，因为梅花鹿它不会爬山，对。然后刚好这边有一个隘口，就把它全部挡在这里。对，然后就在这边猎捕。OK。这个地名，我们的老祖宗就称之为 Bof Donga Ville， 就是阻挡梅花鹿的地方。哦 ，Bof Donga Ville。对 ，Ville 是梅花鹿 ，Bof Donga 是阻挡梅花鹿的地方。这个地名叫做 Bof Donga Ville。那我们在这边为什么要养梅花鹿？其实也要追溯到莫拉克风灾。因为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其实阿里山乡也是受创严重的一个地区。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族人，是受灾户。哦 ，OK。家可归这样子，政府就选定一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出口的这个地方，让我们迁村下来。对。哦，把聚落迁下来到这边，就是受灾户都迁过来这里。OK。所以我们搬下来之后，我们就后来就直接取名。这个社区叫逐鹿社区。哦，好棒！天灾的损害却迫使原本住在9个部落的周族人来到逐鹿部落重新建立家园。身为理事长的莫尔一直很积极地推广逐鹿社区的活动，也希望借着园区里的梅花鹿来让游客更认识逐鹿社区。我这一次来到阿里山，我知道在你们原来阿里山里面有一种杂草，它还蛮秘密，到现在是很多外地人把它视为宝物，还想要来去寻找它。哦，我知道。你可以带我去吗？它其实它的学名叫做阿里山蓟。阿里山蓟，对，有吗？你找得到吗？找对了，真的，我就是要找当地的人带我去。现在其实也蛮多的，尤其是莫拉克风灾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崩塌地吗？对，那个特别会长。待会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莫尔说，山上虽然特别会长，但只要移植山下尝试大面积种植，就会遇到困难。经历多次失败之后，决定和嘉义大学的教授合作，希望能找出原因。那我们就先去找教授，先补脑一下这神奇的植物吧。赵老师你好。哎，你好。山上有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叫做我们的阿里山山蓟，对。但是我们要把它拿到
平地上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来种植，对没错其实是有难度的，对吧？因为阿里山季在那个高山上，它适合的环境、生活环境就是在高山上。那到平地来的话，它会不适应。为了做相关的研究，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一个可以做环境控制的，可以做温度控制的。所以这个温室就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给它降温。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控温在20度左右以下。哦，海拔500，那500到1000之间哦。约略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来，请进。来，来。所以这边的这个是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阿里山季，对不对？对，这个是阿里山季。那边的那个叶子它比较窄扁，这个是来自于高山的高山季。高山季它可以在更高海拔的地方生长。对，那它生长的地方的环境会比较恶劣一点。对 OK， 这是2个不同的品种。好，对。那我们现在就以往来说，他们在阿里山，我们原住民周族原住民在阿里山这边，阿里山季，他们原来把它当杂草除掉。对。那你们是怎么开始发现那个不是杂草，那个其实是台湾特有种的一个阿里山季？其实我们的原民他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他们传承下来的知识，然后我们继续把它探究出来，它这个到底它的功能在哪里？这个是在阿里山上面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嘛，那在这个阿里山季上面找到了一个特有的一个功能，对，那所以原本的杂草就会变成是有用的。因为我那天有问那个莫尔是讲说，我们的阿里山季对本身在山林里面，它是从石头缝里会蹦出来，但是你反而要把它拿来给它更好的营养，给它更好的环境，它却没有办法繁殖，但是它在山里面却可以繁殖这么好，你不用理它，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它就一直冒出来。没错。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有方法可以有效的把这些我们台湾原生种阿里山季，变成是有效的富裕出来？因为在原生地这个季就是只有在阿里山这种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要大量繁殖它就比较不容易。对。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在比较一个像我们可以可控的一个环境底下，对，比较低温的环境底下，我们要找到它繁殖的一个机制，可以让它接种，就到我们平地里面来做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这个是它的种子。是的，这是这样一朵花采下来的种子。一朵花可以采几颗？哇，这个可能40-50颗以上。40-50颗，但是你种子在我们平地这样种下去，它会发吗？这一颗里面目前为止，因为它是从山上拿下来的，对，所以在这个环境底下我们还在找它的授粉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白的，这个都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白的这个，这个都是没有用的，都没有授粉成功的，就是没有保熟。没有保熟，对，它就是所以它是根本没有用授粉成功，所以这是空包蛋的意思了。对，这是没有用的。哇，不好，拿下来你就算有花有种子，但是就是不好。对，OK。那像它这个可能有用的种子，就像这种保熟的，这种保熟，对。它好像一个什么胚芽的感觉，对，就好像那个胚芽米有没有 ？OK， 感觉上就是压下去就是硬硬的。你会感觉上是这样，真的呢，硬硬的，有饱食感。它很像类似一个，对，就是说刚刚的那个没有葱包蛋它里面是松的，对而已对。但这个是有饱食感的，对。但这个饱食感种下去会发吗？会，这种的种下去就会发，这个就会发。但是OK， 我现在又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种的这些，不管是高山季阿里山季。我们在这边种起来的，它的花粉采下来的果实是宝石的还是空包的？这是一朵花来的。这是一朵花来的，所以它的比例只有这样子。对。哇，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比例来说，宝石的会变得比较少。对。然后空包蛋反而变多了。但是在山林里面的话，它是比例是相反的吧？大部分都会是这个，但这个大部分对啊，它的比例是相反的。对。在山林里的话，大自然条件的话，它的花的是宝石的种子居多，对，空包蛋反而占少数。一旦我们到下来，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反而给它好的环境的，给它所需要的营养，结果它反而把你反过来。对，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去抓出它的条件。蛮妙的，这个其实蛮难的。它这么难搞，但是它居然在山林里面这么好种，一旦下了平地，它反而变得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拿这两个工具就够了。对对，够了。还有可以装东西的这个网袋，哦，这个也可以打猎上山的时候也可以装东西。你万一放山猪来，你会用那个装吗？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直接放。哦 ，Let's go。走。OK， 出发。联络。逐鹿部落一路往上，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阿里山的特富野。虽然还没到山顶，却已经可以感受到气温的变化。而阿里山季真的像野草长得一样茂盛吗？你说的还好，所以你说是哪一种？是这个吗？对。咦，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的阿里山季。阿里山季。对。哦，因为像比如说朝鲜也有朝鲜季，对，大家知道是朝鲜季，但殊不知其实在我们阿里山，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季，对不对？但阿里山季也就是它在这个。哦，原来你也知道，它在1000块里面哦。而且刚刚好，你看，我生长的地方在这张钞票上面都有，比如说山林啊、地质啊，还有这个。很少人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季。其实我不知道我说实在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才知道，因为以前在看，我只看数字啊，就是1000块，对。然后这边其实你只会注意到说，哦，它这里有玉山，是玉山啊，地质啊，然后这个就很少人会去注意到，但你看它长得是一样的，有没有？刚好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季会印在我们的钞票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其实它代表着这个我们台湾人的这个生命力还有精神。因为这个东西很奇怪哦。崩塌的地方长得最先长的可能就是阿里山季。最先长出来。对。所以我们以前只要崩塌的地方，过没多久它就会长出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也就是象征的台湾人的生命力是很强。对，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对，低海拔啦，一直到3000公尺的地方，都会看到它，都会出现季。所以就是这种生命力，难怪它会被印在钞票上面。就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其实你有时候你身为一个台湾人，你不知道你自己生命力有多强。因为其实你在不管你在一个多恶劣的环境，我想台湾人永远可以找得到出路。对。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它这个最大可以长到多高？可以到1.5米。大可以大到1.5米。对，这是2年耕。这样才2年？对，我们再来炖鸡汤。好，炖鸡汤。对，哇，太奢侈了吧！待完第1点。它很刺对。我刚刚以为它那个刺就是软软的这样，没事，一摸其实它很硬对啊，它很刺很刺人啊。对啊。那我们现在要找苗的话，就是怎么找？苗在哪里？比较小颗。这种。对。那大颗的就不要去踩它，不要动它。不用动它，尤其是它已经开花了。它开花它就会结果。结果之后它就会再繁殖出来。对。然后我们明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好难就有机会。这样在山里面有什么动物会吃这个蓟吗？它小的时候，蝸牛很喜欢吃它。然后蝸牛。然后我们一般的水鹿啦，还有一些山羌啊，对，它其实都会吃它。好了，你知道怎么采？最主要是把它的根挖出来，这样就可以。但它现在没有刺吗？小的时候还是有，鸡咬刺。还是有。你就不会吃到？但是比较少。这样顺着它这样，顺着它这样摸就 OK。这样子就是1颗苗。1颗苗。对。好啊，装在袋子里。装在袋子。好，这个借我。因为它比较小。对啊。它这个是用来这个其实挖大颗。这个没有这样挖。都是石头。它真的都长在石头里面呢，有点难呢。而我怕把它弄坏。有根出现，哇，好刺，有够刺，
在这里。哦，这个是小苗，它的那个根，对，所以长得比较小。哦，在这里，在这里。然后我们移植根，移植就是希望它的根长得更大这样。但是我像这样子，我已经伤害到它的根了，就是因为你在踩的时候一定会伤到，那怎么办呢？它还是可以活着，还是可以。对，生命力这么强，只要把它种下去，尤其是这边又有另外一些须根，有没有？对。它会再长出来，对，因为其实我在移植其他的植物的时候，你万一不小心碰到它的根，它可能就有感染的风险。那个植物可能你如果要涂一些什么开根杀菌啊，要涂一些药，然后再种回去会比较好。不要马上浇水。所以这个也是种下去，先不要马上浇水，对吧？先让它伤口复原，对，再让它长。OK。所以我们是吃它的根，对，最主要是它的根，拿来炖汤，对 ，OK， 但它的叶子可能就没有办法吃了，因为叶子是很多刺，我们比较不建议使用这样。曾经我有吃过像咬人猫，它是可以炸果粉炸过的，咬人猫炸过其实是可以吃的，因为咬人猫它比较没有刺，像这个刺是太硬了，怕刺到嘴巴里面，它就会刺到你的嘴巴。它真的蛮像鱼刺的，你看这上面。这个真的很刺呢，你要不要摸一下看看？要不然人家觉得说我是眼很刺，但是它真的很刺。你气口没有？不要。把自己当一个正头男，快点。哇，好，所以我们刚采了2株了嘛，这里有1株，没错。一般你们上来会采几株回去？还是说就是偶尔就上来找一找，偶尔上来找一找，回去让它种？因为我们现在做事要比较有效率一点，对，一个人大概一天可以挖个500株吧。对。这么多，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挖这么多，我是说在这山林里面，它长的速度这么快，它可以有这么多，有很多啊！你看，我们眼下就有很多棵，在哪里？脚下就有一棵啊，脚下就有一棵啊，这以前但是这不行啊，这不是苗啦。这我也知道啊，你懂我唔知？这都不是苗，你是嘞，你也让锤一个苗出来不？这里，来，哇！我的眼睛开始亮起来了，我已经看得到了。像在这边有一棵，这里果然对不对？好像有一点经验哦。我把它当做野草，难怪人家会把它当做野草而把它除掉，对不对？哇，却殊不知其实它是一个好东西来的，是，对吧？所以你看脚下这里又有一棵，但是其实你说它能够采苗的季节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应该在差不多9月的时候。9月，因为5月份的时候，它整个花开完之后，它的那个籽就会落下来。在9月的时候才开始会长出来。所以这个季节其实基本上是过了它采苗的时间。对，所以现在要慢慢找。OK。我发现它这个季啊，阿里山季真的有一个特性，你看随便打下去，它都在石头边。它真的都是就石头边的，你看，所以它一定要碎石边，它才会有办法长。哇像这根就蛮那个。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好像很多石头的地方，它最容易。你反而都是肥沃的土地，它还长不出来。其实可以长出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因为我们要去种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一些土要给它松，让它弄得松软一点。对，它长的根会比较粗一点，这样子。OK。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野生的时候，它喜欢跑到石头边去长出来的。从小在山里长大的莫尔，森林就像是他的游乐场。对于植物的认识，都是从长辈经验里由口述传授得知。这些阿里山蓟在外人还未视为珍宝之前，当地人都会因为叶子的刺扰人而砍除。那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它其实是个宝物的呢？这个也是，对不对？这里好多，你看又都在石头边。对，你看它特别就是要找石头边的。而且它这个，哇！我现在发现挖它要有一点点技巧，要不然你很容易就被它刺伤。对，所以要挖它的时候，应该照理说要戴手套。手套哈。对啊。但是为什么你好像都没有在戴？不用，我已经被刺习惯了。真的哈。所以，来，这个还是石头。像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挖在石头边，哇！它这整个在石缝，有了，
在这。哎，你好。你好。你好。其实我们看我们的老人家喜欢拿它的根来去炖鸡，对。然后后来我们希望可以研究它为什么对身体很好这样子。我们来找一个对于生技比较专业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找那个，因为它有这样的价值，所以它才会被商业利用嘛。但商业如果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的价值就提升了。那它这样提升起来的话，那逐鹿社区跟邹族部落跟阿里山的这些人，他们就会多了一份收入。他当时说阿里山鸡，我也不大相信。对。但发觉到满山满谷的都是阿里山鸡，但他们都把它当成杂草打掉。但台湾有10种蓟，对，我们特有植物就是有阿里山蓟跟玉山蓟，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OK， 但你看，其实大家有一阵子大家很风靡叫做朝鲜蓟，对，但其实殊不知，台湾我们就有很特有的这3种蓟，你是可以找得到的。是，实际上它是可以做成高经济农作物。对，而且我们跟学校做产学合作，我发觉到它一个独特的一个成分。除了我们所谓蓟的水培技术之外，对，它还有阳技术，它对肝，跟你的好的胆固醇，很有很大的帮助。哇，你说这个成株的？对，成株了。好，我们先挖一颗，我们下山的时候，我就可以炖鸡汤。对，哇，太奢侈了吧 ！Oh my god！ 哎呦，它这个最大可以长到多高啊？可以到1.5米。大可以大到1.5米哎。对。它的生长速度快吗？也可以1年1收，但是1年1收，我们就是要再找种子、种苗。对。像这个它这个根应该是2年的，这是2年根。哈？这样才2年？对，这2年根。我以为它上面可以到1米的程度的时候，它下面的根须应该要有超长。但是现在像这个这么粗的这一颗，大概是2年生。到9月份以后，这个已经烂掉了，9月它重新再冒芽出来的。重新再冒芽。对，我们再来炖鸡汤。好棒。一个其实就够了，就够了，那个味道就很浓了，就很浓了。对。好啊，这真的是吃当地吃当季是吗？对，吃当地吃当季。OK，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研究要做。好，我们现在先想办法让它量化。对，大量化能创造一个高经济作物的产值出来之后，你光看他们大学基本上要来做繁殖都是蛮难的事情，因为现在还找不到方法，还在努力当中。对啊，因为努力当中，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些某些就生物特性啊，还是有一些植物的特性，它是需要你要去研究你才会发现。对，要不然为什么它在野外可以长得这么好，而且在越艰难的地形，它却越能够生生不息。或许这就是阿里山蓟独特的生物特性吧。杨大哥说炖鸡汤得需要点时间，难得上来一趟阿里山，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而它曾经可是阿里山最抢手的好东西，满山遍野都有。可是现在跑去哪了呢？主任你好，我是小豆，我是团第一的。有一种东西，本来在阿里山这样的海拔上面是可以种得很好的，但现在你却很难再看得到。阿里山的山葵，现在还有吗？听说您知道哪里还有？我现在在现场还可以看到一些小苗的踪迹。哦，真的吗？我们这里面可以去看。不问题。哇塞！主任，是我发现它整个有一个是好像被石头砌出来的道路一样，这以前是一个聚落吗？阿里山种山葵很容易，那么一降到低海拔，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这是山葵啊，所以你已经种起来了，应该是可以的。台湾第一点。不是，这里
这个砌出来，这个就是他们种植山葵的时候，他们会整地，然后会有石头，他们把石头清出来之后，砌在旁边，也把那个土壤把它稳固住，然后再种植山葵的。哦，以前他们在这边种植山葵，对，在这里种植山葵。我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啊，就是说在这样的地方种植山葵，为什么它对环境生态是有影响的？为什么？日本来到阿里山之后，最初开始的是引进零星栽植，说在员工宿舍的周边。那所以后来因为有力之所趋，对，所以扩大它的种植范围，大面积种山葵，大面积种山葵。最多的时候，民国81年的时候，面积有达到269公顷。269公顷，非常的大。那因为它是属于占用国有林地，占用国有林地，违反森林法的。那另外一个是说种植山葵的话，因为山葵喜欢比较这种阴湿的这种湿冷的环境。对。那它种植山葵的会把地被植物，还有像枯枝落叶层，都会把它清除掉。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影响到水土保持。懂了。也就是说，像他们现在这个它是以前是把它砌起来、盖起来，他们来砌起来。那这边是国有地，它已经是在国有地上，他就把它做了一个改变。对，已经做改。然后土地上面需要很多的微生物、矿物质，还有菌，所以它的落叶下来了以后，它也会自然形成的堆肥，对，腐生质堆肥，对。它反而是把原生种的东西移掉的，然后来种植山葵，是，所以就会破坏这个水土保持、劣化水质这些。因为这边已经是海拔2200到2300的地方。你看我们在最上面的地方，你如果让这边的土壤，你让它开始有这些农药、有这些破坏，它直接从最高的地方，它就直接一路冲到溪流里。其实这整个循环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对。但你说现在零星看得到的山葵是哪些是山葵？我们还可以找到零星的山葵，找一下好吧？因为我说这样我真的看不出来耶。这里哪一个？咦，这个就是山葵的小苗。这个是山葵小苗，这可以碰吗？可以摘吗？可以摘起来吗？对，因为我们这个有造林的，那一般如果它长出来，我们造林的时候也会一并就是再把它移除掉了。那一般真的耶，要长成大概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真的，你看，它在这个，其实我们山葵磨下来的根，我们大家可能都在吃 wasabi， 你大家都知道 wasabi 是什么，你吃日本料理你都会有，然后你可能用挤出来的，但是其实真正的山葵它是像这样的根，它整个可以放大，然后粗细也大概2公分3公分。差不多，然后就开始你就去磨，把它磨出来，它会有一个生山葵的味道，它跟那个我们一般在吃的化学那个不太一样，因为化学比较呛比较辣，是它反而没这么辣，对吧？没有比较没有辣，对啊，哇，一点点山葵的味道在这里，有山葵味道，有点山葵的味道在这里。主任，这个是吗？对，这里有一个大颗的，而且呢，现在还在用。移除它，你就可以把它整个拿起来。但是我很怕，不小心挖出了什么东西。这个蛮大的呢。拍谁哈？有。糗了，我把它折断。这样。其实没有呢。其实它没有它是虚的也是叶子比较多一点而已。对，你看它是整个这样子，它是叶子够多，但它的根系却是没有的耶。它没有这根可能它没有所以你真的没有有效的管理它是种不起来的耶。因为山葵的话，它也需要有适度的阳光，但也不能完全全日照。对。那如果说没有管理，那比如杂草啊这些覆盖的话，那就影响它的光合作用就没有办法长了。对，然后我们再来找看看还有没有。哇。这里，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些都是好多颗，这个也是但它基本上都不会大根的啦，基本上都是像这样子的，没有到很大根，就是像这样一点点。哇 ，OK， 你看，那就稍微看得到，这根稍微是看得到，这根搞不好等一下洗一洗，有机会磨得出来一点点。我一个人拌差不多了。好。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难怪我在想说以前有阿里山山葵，但现在为什么它不见了？原来是有原因的。
现在环看四周，真的很难想象当初这里满山遍野都种满了山葵的模样。在过去几十年来，确实为当地人带来为数不小的收入。而政府收回国有林地之后，多样化的地表植批回来了，生态也回来了，零星的山葵苗正是历史的证明。但当年靠着山葵为生的农民们，现在去哪里了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从海拔2300下来到现在这里剩下1200左右，而且在这边就有一个当初的山葵农，而他们在研究怎么样让本来在海拔高地区才能种植起来的山葵，现在到了中海拔地区也有可能种得起来。来去看看。哎，大哥你好。哦，你好，你好。这个是已经分枝下来，在做驯化的苗，因为就是说让它适应这个海拔，中海拔。它到了低海拔，它就种不起来吗？也不能用海拔来做一个标准。因为阿里山有一些原始森林，它的大自然条件很好，对，空气中的湿度，空气中的湿度 ，OK。所以我们之前在阿里山种山葵很容易，那么一降到低海拔，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切苗位这边切，变规划一样，你这个切掉，要留一个。台湾第一点，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那你现在在做一个是不可能的事，现在还在摸索，怎么说？这一个中海拔的复育计划已经是第3代的混枝苗了。我要等到看看这个夏天能不能熬过。因为这边海拔只有1200，所以它的空气中的温度、湿度其实是都不够的。现在我们是把多样的品种引进来，然后看看哪一种可以适合这种，比较适合。那边的那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已经经过3年了，把它挑选。3年，像这个就是已经种到现在已经是2年半。这是山葵啊！对，基本上是很成功的。所以这已经是可以吃的。哎，这很酷哎！有2年半了，所以你已经种起来了，应该是可以了。但是其他的那这边有12个品种，对，最后我们会挑出2种。挑出2种比较适合的，俗称在阿里山叫红梗的。红梗，这个是绿梗。绿梗，这2种我们可能就是最后要调整出来。绿梗跟育苗的，然后在这个中海拔来种。那边你刚刚说在驯化的那个，也就是其他的，有没有？那个是从这边又把它分出来的。哦，是说看能不能看看今年夏天能不能度过。所以现在就有这一些2年、3年有红根跟绿根的。对。现在山葵是整株都有用到，整株有用到，上面的叶柄，这个，像这个都是我们都可以加工打成山葵酱，这个可以，这个花杆可以做成酱菜，所以都是山葵。以前不知道只有山葵根我们在磨而已，用这个在磨而已，它上面就都浪费掉，丢掉啊！现在的话，它反而变成整株是可食的，是哇，好酷哦！从言谈间可以感觉到江大哥对山葵的热爱，从喜欢山葵到靠山葵为生，到现在付出全部的心力研究山葵生长，现在终于看到山葵回到阿里山复育成功的模样。那新鲜的山葵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呢？这个就是刚刚这算是绿根还是红根？这个是绿梗的，绿梗，红梗是哪一个？红梗没有在这个里面。哦，是哦，所以我们一般在吃到的都是绿梗的。目前来看的话，绿梗的质量应该在中海拔比较好。中海拔是绿梗的会比较好。这我哋厝唔是咁款咧磨呢？你安尼磨会变花会袂险。真的是无你变。我甲你教一个，你这个切掉。嘿，来，甲你来。我改好。规个切掉，爱留一块，为这边磨落转来。为这边磨，切苗为这边切。无到这，
行车连做伙，安尼伊就会连做伙袂散去，不会挥发。哦，啊，抹圆的。抹圆。哦，对，安尼功夫做好啊。之前跟我就讲我用抹哩。啊，真正山葵有遮歹种。山葵吼，若好种，袂干阿里山有尔。咱台湾甲阿里山海北边悬的山头足济。啊，你敢捌去试过？哦，我呢，我做这道做45年，还未结婚。做甲结婚怎样？嘿，娶几个？本来要加娶几个，无用做。所以你这45年，你走偌济山啊？过去吼，因为林务局阿里山的土地要收的，我就去港海拔2000外的梨山、雾社、拉山、梨山、雾社、拉山，还有嘞，太平山、宜兰去西直大量，种7、8冬，甲热天拢死了，啊就无啊。所以也就是说，台湾这么多个山头在同样的海拔，但是却只有阿里山才有办法种的。对，这个就是一个研究的出现。我在低海拔我必须怎么种？我在高海拔可以种得起来，我低海拔为什么种不起来？但我找到的地也只有低海拔能种，那为什么在同样海拔的情况，也只有阿里山有办法种得起来？它就造成了一种研究，对于山葵来说，它就多了一份研究跟知识会被记载下来。啊，即嘛你导游甲男子说啊，后来啊看你要爱食什么，拢会使。是，好啊，好，我们来一个杏鲍菇好了，好不好？居然来到了阿里山了啊！这些怎么蘸？两边都可以，随便蘸。我甲你教一下吼，你先，你种一解我看啦，导游先问一下，咱甲这个当做生鱼片，安尼共款模式，然后摕起来了，这样。我跟你讲，哇，生山葵啊，新鲜山葵还是有新鲜山葵的魅力，因为我们吃那种就是化学调的那种挤出来的那种，有没有？你那个呛哦，它是直接一直往里呛到你受不了。但是生山葵它会呛，而且呛了一下，好爽啊，爽过了，轻松了，然后你又可以再继续往下吃，不错啊，解开山葵之谜。而且让你在低海拔的地方，我也希望你这中间的，今年夏天，对，只要能度过夏天，收成时间是夏天，我们没有什么季节性的，是只要它成熟了2年就可以收成，它2年大概可以长多大？在11、2公分，11、2公分，2年的时间，反正就是把它收起来，然后只不过现在你育苗会是成功的。从它上面再分株下来，我重新再种下去，还会种回去。2年以后它再长出来。江大哥说，现在都还是在实验的阶段，等到可以量产，可能还需要点时间。但看到农场里的绿意盎然，想必离成功不远了。我邀江大哥一起下山，回到竹鹿社区，莫尔准备了周煮烤肉和阿里山记鸡汤。我想我可以用山葵来做个料理给他们尝尝。那么那就麻烦你帮我烤肉了。OK。周煮烤肉超有名的。周煮烤肉是厉害的，叫荡剑式，它是一直荡着，那个是蛮强。那我们今天就用我们在阿里山这边收集到的大自然的资源，来做一点吃的，好不好？所以呢，基本上把锅弄热了以后，我们让这个油，我们就来煎蛋。好的，我们蛋只需要煎半熟就好，然后我们把它分成整齐。昨天那天那大哥叫我做从这边，对不对？从这样子切开了，抹在饭上哦。蛋好的情况下。用一点点温度，让它那个山葵上面是有温度，然后再弄一点点酱油，好，然后看这样，把它当成生菜的概念哦，好不好？
椒。好，然后来跟木耳拿一点烤肉，还有一个暗黑料理。待完第一点，还有一个暗黑料理，暗黑料理，等我一下。木耳一点香肠，香肠，对，那叫好，我拿一起，熟的哦，熟的，不熟的。吓死你的暗黑料理，有没有变？OK。我让那个巧克力搭着香肠的温度，让它融下去。看一下，我跟你讲，保证好吃，因为这是本人专属的，叫做咸甜滚。好了 ，nice。哇，所以这次来找到就是阿里山，大家其实也不是说遗忘了。可能你就不知道，原来阿里山还有这些东西，像比如说蓟，对不对？你把它当杂草除掉，你们小时候很多吧？对啊，平常我们在做农的时候都会被吃到，对，甚至于直接用这个镰刀啊，或者是我们的割草机割掉这样。那为什么老人家会把它煮成汤？不过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不可考了啦，是不是？对，因为这个生长在阿里山已经很久了，这样。你阿里山大汉的时候，你干嘛就会这？阮较早我伫阿里山出世吼，嘿，你干嘛就会这？厝前厝哦，规个拢这，啊拢有饲，我拢去甲斩掉，唔知这是啥物。啊，你唔知通我食？但是到尾啊，遐老辈吼，嘿，有开医结，若有挂伤的，真正的做这苦嘞，也可以这样退红消炎。其实近期啊，我看这几年很多外面的人。跑到山上都会把它一车一车把它带走，这样就是没有，反而是外地人觉得很厉害。对。啊，我们自己在阿里山生长的，觉得那个就杂草啊，你来开车来再干嘛？结果才发现原来它对我们的食疗其实是有好处的。对啊，不管怎么样，它也好喝。对吧？那你要不要吃吃看它的山葵？我跟你讲，真的好吃。好像这样，拌一拌，会不会辣？会流眼泪，感动是吗？对啊，哇！我跟你讲，我以前知道有这个阿里山山葵的时候，记得哈，很呛，不要吸气吃，要吐气吃，这样吃才会好吃。然后吃这碗饭都会想到大陆苦难的同胞。其实我小时候吃山葵，我最喜欢这样吃。山葵，阮细汉的时，阮厝前厝后嘛有种，但迄阵唔知这山葵要安怎食，啊因讲爱运青鱼啊，啊阮住山顶无鱼啊好运啊。那我豆腐好闻的，但生山葵，我觉得那个的舒服就吃食物原来的样子，你把它抹上去，因为热度，它会产生那个香气，所以你再整个把它拌一拌，加一点点酱油吃，啊，完美。这就是我觉得在阿里山的粗茶淡饭，但是却是好吃的。你也会吃，你也袂晓吃，你可以知道讲你要用什么阿里山鸡，啊不，你就冻超刚好撤掉去。还有一个暗黑料理，我们的周族烤肉加上巧克力，正所谓咸甜混，混出人生新高度。真的可以吃吗？真的啦，你没有这样吃过？没尝试。你平常的烤肉都加什么啊？你都加盐巴而已。你只有盐巴而已嘛，对不对？有没有人想过说加甜的？不可以单吃，一定要一起吃，一定要一起吃，一定要一起吃。去看买。好，啊，我唔捌着。我跟你讲好吃的啦。那飞了。哦。另外一种味。我平常人都叫我小豆嘛，对不对？但是我的那个在厨师界的小名叫做米其林老师。哎呦，米其林老师啦。今天我们吃到米其林老师，对，米其林老师的样子。这个还有饭吗？你煮菜的样子。还有饭哦。你把它吃完嘞？啊？其实我觉得哦，在我们竹鹿社区，在我们阿里山山脚下，常常你可以从大自然里面，你在阿里山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好的食材，比如说像阿里山蓟，我
者是我们也有在种山葵。你大自然其实已经赋予了我们很多的食物，只是你怎么样去珍惜它。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银行，你把本金都拿完了，它不会再生利息。所以我们要让它生生不息，我们一起勉励，让它可以越来越好。希望你们可以好。今天来阿里山是一个开心的事，敬你们。这个也是我们阿里山祭场，阿里山祭场，感谢。看完了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获得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